们全家从来没有一起出国过，带爸妈出国玩一直都是我们的梦想。这是爸妈生日，我们偷偷报名了冲绳旅行团，给爸妈惊喜。这趟期待了超过30年的旅程，终于要开始咯。大家好，我是世凯。早安，我是米娜。我们现在在桃园机场。对，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第一次带爸妈出国玩，去冲绳。对，然后第一次跟台湾旅行社出国，也很特别的经验。就是蜜拉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来参加台湾的旅行团出国玩。然后我很开心看到父母，他们也很兴奋，很开心，一切都是值得。非常值得。好，那我们就准备去丢行李咯。要，出发吧！团圆豆到机之后，我们就要一起去托运行李啦。对总是习惯自助旅游的我们来说，跟团其实还蛮有新鲜感的。去过海关，那我们已经在这里等登机。你自己去旅游很开心，但是你可以带爸妈一起去旅游，甚至更开心。我们坐在整个飞机的倒数第2排，导游太贴心了，帮我们都安排可以跟家人一起坐，所以我们坐在这里，爸在对面，然后厕所也在附近的啊，轻松快乐。对吧？这真的是我们第一次跟爸妈一起搭飞机。No。打过飞机几次，很多次，还是不喜欢。台湾飞到冲绳只要1个小时出头，因为时间很短，起飞没多久就上餐了，肚子已经饿了，所以很好。我们上次搭长荣的长程航班，对他们的食物超满意，但是短程的航班食物会比较简单了。已经可以看到冲绳的海港咯，度假的气氛越来越浓了。那就期待哟，因为今天的第2站会是水族馆。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跟团的感觉和我们平常下飞机差不多，但是一出关就马上有跟团的感觉了。一路上跟着人走就好，不用研究路线，不用担心交通，直接上巴士，就是跟团最大的优点吧。好了，上车了。觉得跟团的好处就是不用烦恼交通。真的就是直接出去，然后搭那种小巴士，直接到我们下一站。当我们还在慌神的时候，行程就已经开始了。这是跟团旅行的效率吧？那这里是波上神宫，听说是冲绳地位最高的一个神宫。这种寺庙还蛮有气氛的。爸爸去在那边拜拜。虽然爸爸表情很冷静，但是看得出来他对这趟旅行非常期待，就像是我们一样。一下要去吃拉面，有点期待。我没有告诉旅行团我吃素，因为我怕这样不能和世凯和父母一起吃饭，会被拉到独立的餐桌。那我体验一下我喜欢那些海洋动物吃生的鱼的感觉。怪怪的，生的鱼我可能还可以吃，但是猪肉完全无法接受，所以这个给世凯。冲绳的猪肉其实意外的嫩，意外的好吃哎。我喜欢比较硬的面。冲绳拉面口感比较硬，有些不习惯的人会以为面没有煮熟，但这就是冲绳拉面的特色咯。面是不错了。整体上来说还算好吃，但分量有点少，肚子很饿的人应该会吃不太饱吧。现在终于要往最重要的一个景点，那就是往水族馆那边走，所以期待哦！吃完饭后，我们从那霸开车北上，开了大概2个小时，我们终于抵达冲绳美丽海水族馆。先看海鸟，我们吃素，带海洋朋友。我超兴奋，
我发现我们团的人都去吃东西啊，我们来这里。你看，我第一次看到他，他也是听米拉高的成年生，所以可以亲眼看到他，我觉得想哭。他们怎么动身体，他们的表情，他们的嘴巴，他们的那些气，好幸福！谢谢老公。我们也去看这里著名的海豚表演。接下来就是逛水族馆的时间了。据说这里是亚洲规模最大的水族馆，饲养了世界上最大的金鲨，我们非常期待。这一辈子第一次看到曼塔红鱼，那就是最大的红鱼。我在这里有它，红鱼，曼塔红鱼。看到了金鲨，我看到了金鲨，看到了金鲨，敢亲眼看到它，可能这辈子唯一的一个机会。这里好棒耶！因为是跟团的关系，我们只在水族馆待了2个小时，对海洋动物粉丝的米拉来说，当然不太够咯。接下来我们坐车南下，准备前往第一晚上要住的海滩度假村。这家应该也是跟团来冲绳玩很常会选择的饭店吧。谢谢。那我们看看这里的旅馆呢。那我们终于到了，等一下可以吃晚餐休息。我觉得风格算是那种经典的嘛，就是不是特别现代的。重点是我们有自己的阳台，然后那个阳台，然后我们这里有海边，好棒耶！海浪的声音。明天早上应该很漂亮。我今天不管那个，这会开着，我现在一直听那个海浪的声音，好漂亮耶！没有想到竟然有这么接近海，就是在那边就是海的那种房间，太近才的岸。洗手间怎么说呢？看起来像是30年前盖的，但是至少该有的都有。把行李放好之后，我们到饭店的餐厅吃到饱的自助餐。原本以为跟团3餐都需要和团员一起吃，但冲绳团好像蛮特别的，蛮多餐都像是这样，大家可以自由的入座用餐。这里的自助餐看起来还 OK 的，找到一些意大利面啊、什么焗烤啊、青菜啊，已经很满足。因为午餐的冲绳拉面实在没吃饱，所以我们都超期待这一餐。我的台湾胃告诉我，还是吃到饱自助餐最棒了。现在回到房间里面，我们准备来做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来上 Cambly 的线上英文课程了。对，我们使用这个平台已经几年了吧？这疫情爆发了之后，我们开始在那边上英文课，然后后来还是继续下去，我们很喜欢哦。Cambly 上课其实有2种方式，一种是用电脑上课，那另外一种就是用手机上课。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用手机的，因为随时随地都可以。那我就来示范一下要怎么上课吼。有2种方式，一种是你可以随机打给线上的老师，对，这边就会列出来，然后你可以看看现在有哪一个老师在线上，然后他的自我介绍，他来自哪里之类的，所以你可以跟不同口音的人做练习。那另外一种就是预约啦，像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预约，因为我比较可以清楚的知道几月几号几点我会跟哪一个老师上课练习。Hi! Oh, Lexi, hey, it has been a long time. A long time. You know all about Lunar New Year. If I remember, you are married to a Polish lady, right? Yes, yeah. Okay. So then you also have like the experience of like Polish Christmas and the 12 different dishes. And so how would you compare the two celebrations? 上课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用英文讨论一些话题。讨论的过程中，我会尽可能的发表意见，开口练习。每当我说错了，那进步的机会就来了。举例来说，这一次老师问我农历年和圣诞节的差异。We always say, okay, we should make a lot of money this year. I think for Christmas in Europe, they would say like something like wish you happy or
like wish you health. 像是这边我使用 wish 的方法错了，老师就及时提醒我正确的用法。We have a few seconds left. Have a wonderful, wonderful day. Enjoy your Yeah. holiday. 当然，你也可以用电脑来上课，界面都很简单直觉，很容易操作。So, do you want to have a conversation today? Just a conversation. I'm on Cambly because like I use English at work every day, but we only write. I can write, I can't really speak that well. So I would like to just, just casually talk. 我们已经在 Cambly 和260位老师上课超过1万分钟了，对 Cambly 非常满意。如果你也想练习英文，欢迎到 Cambly 使用我们的推荐码 MILASKY10， 可以获得20分钟的免费课时，还有专享折扣哦。大家早安啊！今天早上起来发现不得了，看看这个风景，哇，超级漂亮的！一出阳台就看到一望无际的海，而且这个海的颜色真的好漂亮。再过不久就要搭车赶行程了，我们赶紧把握机会来海滩走走。看海洋让我安心，然后也让我想起这是我们所有生命的摇篮。突然觉得很希望可以在海边待更久一点，但是我们今天要回去市区，这就是一个差别。我旅游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大自然动物。今天刚好下午回去 Outlet， 那比较没有兴趣的，我比较想待在这里看海。当然，我们也没错过吃到饱的自助餐喽。我是小朋友哎，你们看，但另一方面只是很好的，不用担心洋装的做法。哦，我们收拾好了，准备 check out 前往今天的行程。这也是跟团的特色，要一直打包行李啦，往下一个景点移动啊，下一个饭店啊。很可惜，因为我还想继续看这个海洋，但是就要到下一站。check out 之后，接下来我们继续坐车北上，要前往冲绳的古玉里岛啦。这就是著名的古宇利大桥，桥与海的搭配真的好美啊！你看这个海水的蓝色，就是冲绳蓝啊。好，你看那个桥好漂亮耶，海的颜色也很美，完美的。虽然现在还有点冷了，但是我好奇水温怎么样。刚好鞋子是防水的，没关系，还蛮温暖的。来到古宇利岛，一定要吃这里有名的虾虾饭。我希望没有海鲜。听说这家店原本只是餐车的规模，但因为台湾人太喜欢了，他们生意就好到可以开餐厅咯。除了虾虾饭之外，这里还有牛肉或是鸡肉的选择，一份大概是250台币，对当地人来说应该是太贵了，客人几乎都是外国人咯。OK。对喜欢吃虾子的人来说，应该算是好吃的咯。算是蛮好吃的。那我们到所谓的美国村，我觉得真是一个美感很有趣的地方。但是那个美国村是不是真的很美国的，我也不知道。我们对这里的建筑比较不感兴趣，所以还是直接走去海边。接下来是 Outlet 时间，因为我们对买东西比较没兴趣，所以我们决定带爸妈去吃寿司咯。入座完全不用和店员互动，好适合害羞的人啊！然后现在就享受寿司时间。这里一样也可以抽扭蛋，抽中的几率也是一样的低啊！需要一个盘子。没有哎。第二天晚上，我们来到那霸市中心的饭店。这里的饭店就不像是海滩度假村的那么大，好特别的风格，我这种也从来没住过，你们看。那种蛮极简主义的风格，那里面但是超级简单的。来看看窗户外长什么样子吧。外面很安静，这也算是那霸市中心的住宅区吧。
楼下还有居酒屋，真有气氛。该有的都有，所以就 OK 了。其实没有我想象中小啊。有吹风机，我也觉得没有这么小，装潢非常简单，但也是一种风格。那我们现在终于到了那个最大的一条路，然后我觉得这太好笑了。今天星期一晚上9点多，这里比华沙任何一天还热闹，我觉得蛮特别。星期一晚上这么热闹。但即使如此，国际通比起疫情前最热闹的时候，还是冷清不少。相信从今年夏天开始，冲绳的旅游业会慢慢复苏的。离台湾这么近，当然这里也有台湾的饮料店，好像我们目前去过，世界各地都有。这里大杯的奶茶大概是140台币，算是不便宜，但是我们还是想要尝鲜看看咯。他们手摇的速度和台湾差不多，没有多久就做好咯。非常有趣的事情是该说他要去冰的，但是结果去冰的要另外加80块，这个逻辑很有趣。因为加冰块比较省钱啊。我不知道，但是很有趣的逻辑。不知不觉就到了第3天了，我们来逛首里城咯。那我们走进去这个地方，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因为这是之前有那个大火灾的那个城堡，对，到现在维修中。刚导游跟我们解释，他的嘴巴是张开的，因为这样欢迎客人来很有礼貌啊。我们也是可以开玩笑的，波兰的那种狮子会这样。开玩笑，开玩笑的。现在我们继续往上走，这是一个最高的山丘，所以你会看到风景越来越美。那我们现在到了整个那霸市最高的一个地方，那就是这里耶。我觉得风景很漂亮耶。在我们后面那边就是现在在维修中的那个，它几年前发生了一个火灾，现在还在维修中。但是没关系，会慢慢一步一步的重建。这个其实跟华沙有点像，也有很多我们旧城的建筑，他们是重建的。就一直跟我旅游的有我们的玉龙小姐，她也到了这里。那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是万国村，那这里听说很多不同的东西，什么有洞穴啊，我还没有决定要不要进去，因为我还是有点害怕地下的地方，尤其是那种感觉你卡在那个地下，然后没有地方可以，没有出口，救命！那考虑中。那还没有下决定耶，还不知道要不要进去这个洞穴。我们先到那个洞穴的入口再决定。里面好热，那我不进去。不怕那个破坏那个计划，但我没办法进去。你可以一个人去，你先去吗？你去吧。You jump, I jump， 好吗？然后我们一起去逛其他地方吧。我到那个洞穴的入口，然后就感受到那种一波闷热的空气，就知道要转身回到地面上。所以对。但没关系，我们去逛那个有毒的蛇，那边也有这种地方。那这个地方当然比较适合我逛，你们看。一堆蛇这样绑在一起，好特别的，都是有毒的。它会有感觉吗？我知道，我跟他讲。工作人员看到米拉这么有兴趣，主动帮我们拍照。虽然没有进去玉泉洞，但是也是很有趣的回忆咯。那我们现在的行程包括 Outlet。那因为我们对这个毫无兴趣，就是零兴趣。那我们现在就在星巴克享受那种休闲的时间。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带父母到国际通夜游，顺便找食物。至于吃什么，我们已经想好了，吃一个比较简单、比较不用动头脑的选择。虽然是跟团，但我们蛮意外，有好几餐都是这样的，大家自行解决。其实这也是我们比较喜欢的方式，比较自由，没有限制。在脑他最后的晚上，还是很受伤心。
开心的吃饭。明天要回台湾喽。无论是点餐还是结账，都不用和店员互动。对于社会尴尬的我来说，真的是太棒了。在回饭店的路上，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广告海报。要收入高，18岁到70岁。人家都在笑。不是那个好。是我们在笑。好可笑。他们还是看你们在看。那如果年龄我是符合，70岁以下。我们就在这样的欢笑中结束最后一个晚上。时间到了，我们准备要离开日本哦，然后回台湾会现实。开玩笑的，就是回到台湾，然后还是继续做很多有趣的事情。谢谢老公帮我们安排这个家族旅游，也是一种培养家人关系的方法。谢谢老公。好的，我们已经搭飞机往台湾的路上了。怎么样？这是你第一次跟台湾的旅行团出国玩，有什么想法？比我想象还好得多。我原来有点怕，因为从来没有跟旅行社出国过，但是我觉得很不错，都安排很好，导游都非常亲切，没有任何问题，旅馆食物全部都是好的。特别是交通方面，我们都不用烦恼。这是一个优点，对。当然有些景点我们不是那么喜欢，像是 Outlet， 对，然后也有些像是水族馆，希望可以待久一点。这个就是各有优缺点的，就看你怎么取舍了。但我最开心的就是我们第一次跟父母一起出国，这也是一种很好培养关系的机会。对，我们都这几天一直聊天啊，一起笑啊，开玩笑啊，我觉得是不错的。对，然后我会再规划下一趟的家族旅游，希望可以尽快的再实现咯。然后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再见呀，哟。